2018年10月23日晚上，我在我家的卫生间里拿剪刀把我的这个睾丸切掉了。那一瞬间我内心是无比激动，无比舒畅。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是个怪胎，小学高年级到初中一直都是厌恶自己的身体的，就觉得十分的恶心，特别想要变成女孩子的样子。我开始头发留长了，开始女装的，因为急于改变，服药是拼命的乱吃，吃的身体非常的差，但是我可管不了那么多，我只能告诉自己我在做出改变。那段时间会被邻居说很多的闲话，有的甚至骂我人妖。然后呢，找工作中遇到了不少的排斥，很多时候我掏出身份证以后，他们就会把我给推出了门外。所以我一直都是做一些不需要看身份证的散工，包括什么发传单啦，打客户的那种销售电话啦。从2014年一直到18年，靠着省吃俭用，我大概赚了7万块钱，准备去手术，但是父母不同意。在中国做性别重塑手术，我们需要年满20周岁，需要父母签字同意，但是他们就不接受，把我关在家里，不让我吃药，还带我去做各种各样的治疗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的父亲拎着我的脖子问我，你说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我说我是女生。我爸就啪的一个巴掌就扇了上来，然后又问了一次，我就连续回答了10几次我是女生。我被打得嘴角都出血，半边脸都肿了起来。那时候我非常的痛恨他们，但也觉得对不起他们，我和他们的期望差了太大了。当时那个时候性别焦虑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，无法支撑下去了，所以就是觉得只好自己动手了。我一开始的想法是切完了我就想慢慢的让血流干死掉，但是大概让这个血一直流了半个多小时，我突然想到，既然都已经把我的睾丸切掉了，也许经过我这一搏，我可以努力的活成想要的样子。于是我又突然想要活下去。我在微信上向苏州本地的 LGBT 公益组织的老大求助，直接就进了抢救室。当然我父母之后也知道了这件事，也在医院陪着我。一开始我父母非常的生气，但逐渐他们也认识到了这件事情的可怕性，把这个包裹放下来了，不再逼我。大概过了1个多月，我父母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，同意了我做性别重置手术。人生活就逐步好起来，自己也觉得生活有了希望。我认为中国的跨性别者受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家人不接受。在法律层面保护已经很好了，但是很多人依然是对跨性别的相关知识了解不清，父母他们会觉得这是发神经病。由于家里人无法同意，无法进行手术，很多人会想自切，过程危险度非常高，确实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但是我对未来的期待是乐观态度的。现在大多的年轻人已经接纳了 LGBT 平权的这一个理念。我希望我国更多的跨性别者站出来，勇于面对生活。当我们更多的人学会真正去尊重一个人的时候，尊重一个人独有的人格的时候，我觉得对于跨性别的这个情况会有更大的缓解，更大的改善。